美国驰援台海可能性骤增，一旦地动山摇，我解放军拥有多少安全时间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诚 Talk。最近这段时间台海这边的媒体对于蔡英文窜访美国的事情炒作的比较多，涉及到中国统一问题，大家对这件事儿都是比较关注的。当然了，这个消息呢，目前还比较混乱，有的说美国取消了和蔡英文的见面计划，但也有的说美国现任的国会议长麦卡锡会到机场与蔡英文见面。但是不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伴随着美国鹰派彻底垄断了美国政坛的话语权，台海地区注定会成为美国撬动东亚地缘冲突的关键所在。坦率地说就美国目前的走势，在某个时间点不排除台海会地动山摇。如果放在几个月之前我们对美国的判断可能是更多的像东欧那边的情况，也就是呢，美国提供各种武器装备援助。然而最近，作为美国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基辛格在接受采访时他罕见地违背了他自己多年坚持的战略规划，直接将中国定性为敌人，并且他还警告美国政坛不要对中国再抱有幻想。这几乎就已经说明了，在对华问题上，美国政坛的各大派系几乎是达成了共识，就是将中国当作一个真正的强大敌人来对待。那么一旦台海地动山摇，美国决定驰援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而如果美军决定驰援台岛，干涉我国内政，我解放军能拥有多少不受干扰的解决问题的时间呢？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大陆平民百姓在讨论，台湾那边的民众也在推测。比如上周台北市就举办了一场高峰论坛，两个年纪蛮大的台湾问题研究专家讨论美国在驰援台岛的一些问题。那两个人对于美军驰援抱有非常大的悲观倾向，在他们看来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有回旋的余地了，这是由经济、科技、军事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双方几乎不可能有让步的可能性，因为这种让步几乎就是等于要牺牲掉自己国家的未来。那么以台海作为主要对华遏制王牌的美国，美军的驰援恐怕就几乎是注定的了。但是有一个问题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早已是错过了战略期了。美国目前的财力跟制造业和30年前的美国是没法比的，短期内美国要转型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白宫想转型，利益团体和政治团体也会阻挠美国的转型。所以美国即便是想要驰援台湾，它需要耗费的精力跟时间远远要比拜登和蔡英文嘴上说的要长得多。因而台湾地区及周边海域大陆我军是有绝对优势的。现在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决心，那就是中国的统一，不论你美日怎么干涉阻挠，我们都应该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的。换句话说台海地动山摇的主动权其实是在我们大陆一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后手状态。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拜登确证消息后，他做准备出兵驰援，按事态的紧急程度以及美国总统的权限和战时动员机制与流程，美国的决策与动员令这些步骤很可能需要耗费至少2个星期的时间。而美军的装备虽然可以就近调用位于韩日的武器装备预制库，但是美军兵力的调动与补给也不是1-2个星期就能解决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中国大陆决定突然行动，那么理论上我解放军拥有的不受大规模干扰的进攻时间至少是个把月。但这里还有个前提是我军的兵力战略调动准备也必须实现战略隐蔽性，不能给美军以预准备时间。总之从各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中国不犯俄罗斯在战场上犯的一些错误，比如轻敌、战略判断失误、后勤保障失职等等，那么我们决胜台海就不会是个问题，而美国呢也就只是大势而去罢了。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